TR300的外观往好了说是经典耐看永不过时，往差了说啊，设计有点像是3年前的产物，比较中规中矩，并没有什么划时代的设计，大概率不是年轻人能一眼喜欢上的。漆水品质还是保留了豪爵一贯的优秀啊，磨砂哑光漆面很有档次，塑料胶的漆水有种金属的质感，坐垫厚实，厚到感觉这个内馅都要溢出来了，坐着的感觉很 Q 弹。我的第一辆车是 GS-X2，所以再看这辆车的配置啊，有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。熟悉的地方在于发动机的调校偏好、部分通用的模具按键以及品质一流的漆水。仪表盘、手把按键和铃木3兄弟是共用一套模具，这里还额外了增加一个5伏2.1安的充电口，还是蛮人性化的，给自己省了100块钱。头灯的外观我个人不太喜欢了，说它是椭圆吧，还是不规则的那种，感觉不太精致。转向灯、后视镜都替换成圆灯的话，一体性就不错，也更配套。后屏插还是熟悉的大方管。排气这次的外观有改进啊，一块亮闪闪的防盗罩能在视觉上平衡一下粗长的大黑管，脚踏的用料很足，拉一张奔达300的脚踏对比一下，就知道有多宽大了。陌生的地方在于配置名牌多了，配置日本 FCC 滑动离合、前后 KYB 减震、欧司朗 LED、博士 ABS、日性卡钳油缸 DID 链条等等等等，配置可谓豪华，一改往日抠抠搜搜的形象。这个坐高啊160，我觉得也可以双脚踩地，对小个子的同学们非常友好。骑上去的第一感觉就是脚踏实地，安全感满分。脚踏位置不会过分考验你的柔韧性，手把也不需要过分伸手或者是往前坐就可以够到把。再搭配宽厚的坐垫，整体坐姿简直是舒服 plus。档位外观是循环档的设计，基本上可以和国际档一样，前踩1、2、3、4、5、6勾档，这个就不怕脏鞋了，是个加分项。换挡体验上也比较顺滑，但是利落感比凯越高金来说要差一丢丢。后座我也试了一下，挡泥板的位置非常富裕，大、宽、厚。靠背很实用啊，好扶手好抓，经常带挡泥板的一定要加一个这个。16升的油箱，按照3到3.5的理想油耗区间算，续航能够达到450到530公里，大油箱很爽啊。跨上这辆车会明显发现豪爵调重心了 ，TR300 把重心控制的比较低，这一点就比 GS-X2 强多了，是个加分项。立起来或者做轻导很轻松，如果不是我后边查数据，可能我个人会觉得这辆车只有170公斤左右的样子，但实际上这个车可是达到了189公斤，发动机调教还是熟悉的配方，输出动力很线性，新手不怕掌握不住。3档起步也很轻松，发动机共振在4500转左右比较明显，但是震动控制的也可以，没有脚踏、车壳或者是手把的异响，能够感觉到整车的配置很整。缺点呢就是老样子，超车慢，提速慢，拧到底有的时候也不见得能超完车。但是我们要回到这个车的定位，是一个巡航太子车，要展现的不是激进的乐趣，而是内心佛系，不争不抢，自在舒坦、端庄大方的风格。说说刹车减震啊。日系刹车卡钳刹车力道前段还是有一些软，4指全捏才能够感觉到干脆的力道，市区够用，也符合这辆车的定位嘛。但是我个人会更喜欢干脆一些的刹车，前减震原厂调的有一丢丢硬，过减速带的时候震动会直接反馈到手里，后减震双管的效果就很好啊，还有这么宽大厚实的坐垫，滤震不错，屁股带子的体验很好。滑动离合的加入不再是 GS-X 上的涡力器，大概能有30%到40%左右的省力空间，这一点对于走走停停的市区来说很受用。轮胎是正新加的，这个宽度原以为会比较影响转弯操控，但实际上小半径掉头的话还是比较方便的。龙头开度也很大， TR300 有都市、旅行2个版本，差价1300，后者比前者在配件上多了边箱、靠背、风挡。有些用户会觉得不喜欢边箱这个款式看着大，但实际上是放不下全盔的，放半盔刚刚合适。独行侠也会觉得配件的优势或者说是外观改善上没那么大，那么也可以像我一样选择一款既能装头盔又能带电脑的骑行背包，这是由光影行星赞助的，分区明确，适合强迫症，有保温背带、干湿袋、独立电脑包等等大大小小的隔袋，科学分区，打开很方便找东西。额外增加固定袋，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电脑乱晃磕碰，背后还有厚实的减震棉层，装满了东西包包也不会变形，所以我很喜欢在拍摄的时候带上它，不会显得嘟嘟囔囔。外观低调有型，类似皮质的面料，
脏了用湿巾擦一下就 OK， 还能满足雨雪天气的防水需求。双肩背包肩带很厚实，背这么多东西不会觉得勒肩膀，手感也不错。我收的包包已经用了1个月了，感觉更适合经常带电脑骑行的朋友们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回到这台车，说说它的竞争对手们。同为300排量下的巡航车有辉驰300、金吉拉300、本田 CM300。本田 CM300 确实是一个品质佳、踢水做工棒、操控好的选手，但考虑到它超出预期的涨价、并不出众的配置，而且是单缸车，就不在此次双缸队伍里讨论。奔达的辉驰300无疑是豪爵这次的头号竞争对手。一、价格比 TR300 便宜3000块钱，在巡航车的热度比较高。2、外观老少通吃，整体设计风格在霸气上会比金吉拉更上一层，比较有科技感和肌肉感，符合现在的审美。油箱是2种材质拼色设计，我个人是很吃这种外观的。头灯转向灯圆圆润，看得出是配套的，比豪泽这种不规则椭圆加箭头指示灯要好看得多。3、微型发动机，声音要比豪爵悦耳得多。4、双出排气，优点是整体车的档次看起来更高了，对称美学。缺点是左侧的排气可能会烫脚。5、皮带传动，相比较链条传动来说，优缺一半一半吧。好处是没有链条声，保养间隔长，缺点是成本比较高，一旦坏了维修成本也比较高，换一条多少钱呢？这个就看个人，我是觉得皮带日常自己不用保养，需要保养直接送店里就行，比起每次雨雪后就要刷链条、上油、做防锈的体验强。配置方面呢 ，TR300 能够做到你奔达有的我也有，你奔达没有的名牌我还有。品控、发动机稳定性、线下售后网点方面，豪爵的一面是有口皆碑。如果没有稳定的品质质量，那么 TR300 注定默默无闻。这2辆车如何选择呢？当然，买车也不仅仅是光靠配置来衡量，对吧？毕竟车子买回家是否符合自己的心意才更重要。如果你热衷现代美学的奔达设计，预算2万出头，可以考虑辉驰300。辉驰在金吉拉的基础上做了很多升级选新不选旧，小做工上的遗憾可以自己平衡一下。如果你想骑3年以上，不想修车或者和售后撕逼，更追求车子的外观质感和可靠性的话，豪爵 TR300 无疑是最佳选择。目前300这个发动机已经生产了 DR300、XCR300、TR300， 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完善 GS-X300 的这条产品线，延续250三兄弟的传奇。换个角度想如果真的要出，估计250系列就会全面停产。不过以豪爵这种慢工出细活，什么时候官方有确切消息还是个问题。总的来说，豪爵有过硬的品质、进口的配件、国产的价格、经典的外形，为300系列铺了非常棒的基础。难怪在冬季仍然有不错的销量，非常适合追求稳定车品的朋友们，不用担心哪天会把你扔在半道上，而且保养费用特别低。当然了，也有它的缺点，配置调教方面改善不大，车重控制有点差，但是重心低可以抵消。刹车前段软，前减硬。发动机本身没有多大的改善，而车友每年的保险费用就支出要多了，车型外观上也跟不上现在的审美，还没有零目标，定价含26680，可能有些自信过分按照300的其他车系目前状况，我完全不担心车子质量怎么样，主要是担心买了会不会掉价。最后强调一点我觉得好不代表你骑这辆车一定就会好。看了视频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看看这车真实样子是个什么，不是要摁头让你买只是发表一下个人的拙见。喜欢的朋友们建议要提前去试驾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有哪些感兴趣的车，也可以弹幕留言，我负责借，你负责点个3连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了个拜。